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伟老师，欢迎；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就让我们一起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年少相爱，结婚5年了，他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，所有开销都是由我承担，还总是嫌我胖，我十分的失望。结婚5年，他都没能生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劝他减肥是为了他好，他却不懂我的良苦用心。我不知道他还爱不爱我，我很注重仪式感，但是他从来都不记得我的生日，更不会关心我。我不是天生冷漠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亲情多过于爱情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冯先生31岁，来自哈尔滨，自由职业；佛女士28岁，来自哈尔滨，电话客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好。结婚多少年了？结婚5年多。但是好像认识很多年是吧？对。认识多少年？我俩加上认识到现在将近10年了。在哪儿认识的呀？10年前？在我姑家。她是我姑父家的侄女，完我是我姑的侄儿，我是上我姑家玩，完了之后我俩认识了。后来有一次吧，他父亲和他母亲吵架，那时候吧就当一个小妹一样的嘛，帮他出一出主意。那天晚上我俩打了3个多小时电话，第二天就是顺其自然的，就是成他女朋友了，然后就结了婚了。对。婚后生活幸福吗，姑娘？哎呀，我俩现在可能是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他对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嫌弃，就是在他的眼里我没有一点好。不是说没有一点好，他就是很爱把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儿，完了之后吧就给你扩大化，夸张点说吧，就跟天塌地陷了一样，非得就是五了豪风的跟你吵2架，跟你干一阵儿。我没有在夸大就是我的所有的崩溃的瞬间，在他的眼里都是一件小事儿。行，就是有一次他说刷碗啊，以后你别刷碗了，所有的家里的碗筷都是我去刷。我说行。有一天做完饭了之后，我说你去刷碗吧。吃完饭了6、7点钟，我说你去刷，没刷，在那坐那一直玩游戏。你说你安安静静的打，斯斯文文的也行，就是在那就是闹闹吵吵的，又骂人又怎么样的。然后我也是强压着，我忍着我怒火，我也没说什么。然后可是等到第2天醒来了，我准备做下一顿饭的时候，那个脏的碗筷还是在那个碗池子里边放着呢。我说你去刷呀，他说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老催我干什么呀？我让你动手刷了吗？我是不是说放那儿我会刷的呀？我已经跟你说完了，我说这个事儿我要干，那我就指定会去干。首先我没跟你确定是什么时候，我说今天呢我6点干7点干。你说这话我觉得就挺混的。莎娜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答应你我就要请你吃饭了，我可没说我什么时候请你吃啊，你别老跟我提吃饭的事儿啊。我要做饭了，你这碗站在这地方，我是可以动手洗，但是你答应你为什么不洗？最主要的就是你洗完了之后，他还会说谁让你洗了呀？我都说我去洗了，你不自己愿意的吗？他出去跟他朋友喝酒去，我没有拦着过，我也没有挡着过。我说那你几点回来？12点。我说行，我在家等你。12点没回来，我给打电话吧，不接，挂了，我再给他打，还是不接，还是挂了，就是打了4、5个电话，告诉我在外面唱歌呢，你老催我干啥呀？我不是说我会回去的吗？我说那你到底几点回去？你老问我几点回家干嘛呀？我回去啊！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打电话了？就这样。我等到半夜2点多了还没回来呢，最后3点多临近4点了，我一直在家里等着回来了之后呢，人家说啥了啊？让你早点睡你的得了呀，啊你管我什么时候回来呢？然后回来了又开始说你给我煮碗面吧，我在外面没吃饱，就每一次回来喝酒都是这样。我出去吃个饭，或者我是出去那个下一场啊，洗个澡也好啊，唱唱歌也好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什么时候结束，我只能说一个我预计的时间，我没有拿个牙签指你眼睛上，你必须等着我或者怎么样的，我没说过这话，就是家在那儿，床也在那儿，你随便睡。这话就凉薄得很呐。
他睡了，谁给你煮面呀？我回家我会自己煮。那我有可能我就自己煮了，或者就是不吃了啊！以后别犯贱给他煮面啊，多余。他根本就是不杀下心来，就是去挣钱去工作。他总嫌弃我说我胖，然后说我也不知道减肥。我同龄的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发小，人家孩子都满地跑了，咱俩到现在了，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呢。啊，你一点你都不为我们俩以后考虑。但是我减肥，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？我们俩的现在日常开销是我占大头的，基本上我俩的房贷和所有的这些饥荒都是我在还。他呢，就是每个月就是挣的钱不够他自己花，我每个月还得给他拿个3头500的。他就是怎么说呢？大钱不算，小钱算，所有大钱吧都在他身上出。哎，我这月，哎，我大钱我出多少了？哎呀，这就是我的。但是轮到我这儿呢，就是啥呢？哎，今天30，明天50，后天100。哎，这小钱啊不算。完之后这就，哎呀，这你一个月这你也不挣钱，这那这的，就啥都来了，知道吧？想要娃吗？想啊。谁的问题啊？他。医生确定了？对。需要做什么改变吗？对，要减肥加上就是调理，因为是多囊。那你想要娃吗？我不确定。你可以说我不想要，都没关系嘛。如果你们的婚姻里没孩子，你还跟他继续过吗？说句实话吧，那个既然主持人你问到这儿了，毕竟吧，老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不管是说，别拿老话说，我就问你，没啥。不管姑娘小子吧，得有一个。要是说实在不行的话，也许就会选择另一个更合适的。不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核心矛盾在这儿吗？还谈什么其他的呀？没孩子不就不跟他过了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这毕竟吧，也不是说1年2年了，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。这不就他态度其实非常明确，就是不过了呀。不是主持人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的态度没有说那个不跟他过了或者怎么样的。我要是说想直接不跟他过了，那今天就没有必要来到咱们节目了。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你要跟他过，所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了，对吧？对。确定哦？对。确定并肯定哦？确定肯定。他要跟你好好过，姑娘。所以你能正面回答我，就是医学上有可能做母亲吗？能。只要减肥就可以是吗？加调理。对。那为什么不减呢？其实我知道大体重很辛苦的，你辛苦吗？辛苦。对，请个假呗。我请假的话，我们俩的这些债的话谁还呢？你们俩哪有那么多债务？我俩有房贷，然后再加上其实，我俩的生活吧，其实比较困难，因为我这边呢，就是我父亲不在了，然后我母亲呢也改嫁了，就是可以说我母亲就是现在来说的话，能够帮我的也很少。然后再加上他家那边呢，他母亲也不在了，我们俩是结婚之后他母亲不在的，然后再加上看病啊什么的，他们家养猪啥的又赔钱，又赔了很多。那个时候我俩是把我俩的婚房卖了。谁买的？他家里出的彩礼，彩礼我给他拿回去了。结婚的时候买的3金全都卖了，然后给他家还债了，包括还从我母亲她改嫁的情况下，还给我拿了好几万块钱，就是给他们家还债，就感觉所有的压力都压身。还欠多少钱啊？还有7、8万吧。我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辛苦不敢歇呢？就是我每个月房贷加上其他的就是分着还的话，我每个月就还将近2000多快3000，就基本上全都是我自己在还。然后我还得每个月的话，他挣的钱根本都就是帮不到这个家里，然后呢还要我每个月去给他拿。你每个月收入多少？每个月5000开外吧。5000多，你为啥不还呢？房贷啊？对啊，因为他是说了，他自己能还，不用我。我们俩挣的钱是分着的。女生你挣多少钱？我也是5、6千。那个欠的那外债谁还啊？他也在还。现在吧，就是我俩个人的名下吧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，是他还他的，我在还我的。但是你们名下这些债务都是你家的债务，对吧？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我俩那个时候什么就是经验都没有，然后我俩文化水平也不高。他呢就是想说回家那个养小鸡儿，
我不同意，因为我们俩没有这个养殖经验，再加上我俩什么都不懂，手里边也没有钱，还有一堆外债，谁劝都不听。哪怕我妈来给他打电话劝他说你别养了，那都不听，直接就给人家就是那批发鸡雏的人打电话，就给鸡雏就送到门口了。你说我给人家拿不拿钱？我俩就是没有本钱，他那个时候你送餐送外卖，然后的话挣的这个钱连小鸡吃的那个就是饲料啥钱都不够。说白了又赔了是吧？赔了。赔了多少啊？赔了就是本钱吧，也就1万多，但是这1年的时间没挣钱呢。我们2个人，那咱俩是两口子，一荣俱荣，一辱俱辱的事儿，是不是？那这就是赔了。那这要是挣了呢？是。这个时候是两口子，还房贷的时候不是两口子哈。还有就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提前好几天我就说咱俩在我过生日那天，天天上班，我说那天就晚上咱俩就休息，然后出去吃个饭，然后溜达溜达。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啥呢，就是可以说是按绩效算吧，就不舍得休息，能多干一个活的话就多干一个活。他呢连着在我过生日的前3天歇了3天，就是没干活，就是待着玩游戏，在家里面五了浩峰的就那种玩游戏。等到我过生日当天呢，他把那一天就是排满了，一直到晚上10点多他就是都在工作。我说你把那个活推了，我说你让别的人去干，然后我说那天晚上咱俩就出去吃个饭就行，我没要求太多吧，我说咱俩就出去吃个饭就行。他说推不了。这是推不了吗？他就是不想要陪我过这个生日。最可气的其实不是他不陪我过生日，是他跟他同事说我胖，说我200多斤了啊，一天啥也不干，就在家里边那个窝吃窝拉的就等死，就跟他的那些同事然后就去讲究我，还让我听到了。我当时我真的可崩溃了，我的心里面就可酸楚了，我就特别难过。首先嘛，我承认那时候吧，我确实是把那天我确实是给忘了，但是现在这时候也不像以前了。哎呀，非得逢年过节了能吃顿好吃的呀！你要想吃蛋糕，现在我一天我360天我天天给你买蛋糕，只要你想吃到吐，我天天给你买。对，实事求是，我就是胖了，我就是说懒了。然后呢，这些话你就可以当着我的面前去跟你的朋友去说去吗？跟你同事去说去吗？什么叫当着你的面前啊？他不是当着我的面，但是我看他的手机的时候看到聊天记录了。偷看我手机，而且还不只是1次2次，我是手机和平板同时登录。他这边呢，就是我拿手机，他拿我平板，就是查我聊天记录。今天查这个，明天查那个，查来查去，我也不知道他能查出来啥。那是因为你不值得我信任，所以我才查的。我啥叫不值得你信任呢？你自己做过的事儿，你难道你不记得吗？做啥了？他当时考驾照的时候，他带人家女同学来回的去那个驾校去接送人家。那个大姐呢是啥呢？我俩是初那个科1的时候，我俩考试的时候我俩就认识。她也不会骑摩托，也不会那个开车啥的。完之后吧，正好我们俩小区也是挨着小区，我俩就说好了让我送她。我天天吧就是上她家楼下去接她。这个东西吧很正常，但是吧我也没想着去背着谁去怎么样的，让她看着了。她看着了呢之后呢，就明里暗里的就说，哎呀，那女的是谁呀？怎么样的？就说我和那女的有事儿。到最后，我找教练查那个大姐的那个资料，我查出来了，那大姐和我爸一样岁数大，都是属狗的，比我大23岁。我现在说的也压根儿都不是那个大姐呀，我说的是另一个，那个女的不是刚上完大学还是刚考上大学吗？你接没接送人家吧？早上吧6点多起早去接的吧，我当时是8点上班，我说你送我上班你都不同意，你早上起早你去接的他，当时咱俩在家里边把碗都摔碎了，我就不让你去，当天你去没去？我承认我是去了，但是人家那个时候我们教练也说了，你们都没去考过试，你们这批学员他去考试去了，你们那这些学员呢，要是说有时间，那你们呢就是可以去参观一些考场，熟悉一些场地。所以吧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是说好了的。那咱俩在家吵架吵的都周桌子了，都要直接要不过了，要离了。
你都认可去接他去。你看考场1年365天，你那驾照考了多久？就非得当天去，当天要接他要送他是吗？我也不想就是说趁着咱俩都是在火上的时候，我去再跟你吵一架，去再跟你干一仗。这种事的情况下，只能2个人有一个人去离开，等2个人把气儿消了之后，那也就好了。那你那意思咋的？咱俩在家把房子了了就好了呗？到现在人家意思很简单，送我上班，没说要了房子呀。他有车，我就想让你送，可不可以？因为你是我老公，这天我就挺想让我们俩待在一起的。别说我过不过生日，我今天晚上就想跟你在一起吃个晚饭，能不能吃？能，那不是赶上那不就是吃不了吗？那不是也不能送吗？事实不就在这儿吗？咱不狡辩，不诡辩，不爱了就是不爱了，不喜欢了就是不喜欢了，咱把它说出来不丢人啊。而且你今天来要干嘛呀，姑娘？我也就是不知道我俩到底应不应该在一起啊，你要问这个呀？那你问问你先生呗。你妻子问说咱俩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啊？说实话，我倒是想在一起啊，只要就是说生一个了之后，你吃的再胖或者是怎么样，你再不锻炼，那也就那么地了。所以维系你们婚姻的是要生个孩子，是这意思吧？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这个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就听到了一句话，然后一直这很精彩很激烈，所以我没打断。刚才这个女方说了，您问到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，她回答的是不确定。那通过听这些以后，你这不确定是基于什么理由呢？是好，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减肥很辛苦，调理很辛苦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生活压力太大，需要还的债务太多，没有时间。第三点就是可能2个人沟通有问题，你觉得你们俩人婚姻要孩子会以后成为一种枷锁、一种负担，是基于哪方面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就是他现在给不到我最想要的就是信任，他给不了我这种信任。说白了就是我不能给他生，我给他生这件事儿我不确定，是这意思吧？如果是一个让你充分信任、觉得有依靠的男人，你是愿意的，是吧？对，因为他能够允许一个女人在我的面前说，就是当着他知道我在家，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他说：“春哥，我现在有了你的孩子了。”然后他说呢：“那你就生下来呗，你抱回来，我媳妇儿都能给你伺候月子。”什么人说的这么精彩？就是他接送的那个大学生。就是吧，这个事儿那只是说是在一起开个玩笑，而且还并不是说我2个人在聊天。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小群，那群里边有5、6个人，成天在一起练车，在一起都挺好的啊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练车这5、6个人怎么就有人怀孕了呢？不是，就是说开个玩笑。这玩笑，一个女大学生未婚跟一个已婚男人开玩笑说：“哥，我有了你的孩子了。”他有病啊！他连男朋友都没有，那个时候。就这么说吧，他要是说真有了，是我俩的话，他也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去说。我觉得你头里边，咱暂且理解成这成年人的玩笑啊，暂且理解成你后半句对他绝对是一种侮辱啊！为什么我媳妇能拿来给你坐月子来？凭什么呀？你在一个小群里一块学车，这些朋友认识几天？好几个月呢。是好几个月。你跟你媳妇儿时间长，跟他们时间长，你拿你媳妇儿去跟他们开玩笑，那不就是一个玩笑而已吗？你觉得是玩笑，但是对人家来说不是玩笑。如果是我媳妇儿，我舍不得开这玩笑。他们在一个群里边聊天，那个群语音聊天嘛，我都在客厅呢，他也知道我在家，然后就说这种话，就是开玩笑的话，我觉得你再开玩笑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度的。但是他就告诉我，就只是一个玩笑。要是真实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我们会让你知道呢？对呀，好话不背人，背人没人好话。你知道这个什么叫羞辱吗？你羞辱了他，你羞辱了自己。不在于你做没做这件事儿，我没法考证你这件事儿做还是没做。你可能不理解这个，就算了吧。他对我现在就是特别你不用再说了，姑娘。其实你越说越卑微嘛。
现在其实进入到一个死循环，大家发现没有？特别有意思的死循环。男生说有孩子咱还能过，对吧？对。没孩子这就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对。你看他认这个。女生说你这个态度我怎么会给你生孩子呢？所以不会给他生孩子。那所有的导向逻辑上面说不就是要分开吗？对不对？我倒是至少到现在我倒是没有过这个想法。我也是说你可以没有，但是他可以有，对吧？人总要觉醒嘛。姑娘，我想问几个问题啊，就是自己过不香吗？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，也不需要受那么大的气了，不香吗？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是太长了，我有的时候也有过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对我很好，我就又心软了，然后就继续跟他在一起生活了。你以前一直这么胖吗？也不是，就刚开始跟他结婚的时候没有这么胖。后来是什么原因呢？咋说呢，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吧，有生病了是多囊，然后这个病吧就会越来越胖，然后再加上，所以你现在的这个胖是一种病态的胖是吗？对，医学上确实能生哈，能，但是得需要减肥，大概要减多少？还得减70、80斤吧。所以他没有动力嘛。就一个男人这样对他，他怎么你就想嘛，他怎么可能有动力替你减肥嘛？就是为给你生个孩子而减肥嘛。因此你想要孩子，你加倍对他好啊。再一个就是咱说减肥这个事儿，也不只是说非得要孩子，或者是怎么样的。那你说那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是不是？那哪个？那你说他这样，他就是一点他也不自觉。本身吧，就是说人这个东西一旦胖起来了之后，各种的什么毛病他都会有。我也是说为他好。行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叫难得一遇的让人生气啊！我也没，而且现在你别而且了，我现在听你说话其实最生气，真的，就你每数落他一句，我都觉得这姑娘怎么就不能好好的爱自己？你每说一件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怎么这个姑娘自尊就这么低？你能理解到我说那话的意思吗？来吧，各位老师，看你们能帮到这姑娘吗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红兄，结婚5年，生不了孩子，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您刚才也表达了，你内心是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对吧？对。其实，对他现在或者在最近的将来能不能生孩子，你是失望的，你是根本不抱幻想的，对吧？对。你刚才说没有嫌弃他，但是今天在这个现场，你对妻子的嫌弃和抱怨都是写在你脸上的。您的一切的行为都是反常的，你心中很清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破罐破摔，你就是要用这样的行动，这样的举动，让他死心，让他绝望，让他提出离婚。你是很清楚的，因为你的一切的做法都是违背逻辑的，违背常识的，有一些是违背公序良俗的。一个男人，我们可以自私，但不能不善良。你今天透出的、折射出的太不善良，所以这位妻子最后说你一句话，与其这么卑微痛苦，不如主动选择逃离这场婚姻。谢谢。徐总，你觉得这个男人，你眼前管他叫老公，这个男人爱你吗？他有的时候对我也很好。傻。第二个问题，他想和你有一个孩子吗？想。真傻。第三，你觉得他什么时候会跟你说咱们离婚吧？你觉得？哦，他不会。对。你真是太傻了。你要不就是真傻，要不然你就不要自己的尊严。我来告诉你，他什么时候会跟你说我们拜拜吧？
就你帮他们家还完那7万多块钱饥荒的时候，你以为幸福来了，你以为压力没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会儿就是你丝毫没有利用价值了，那会儿他绝对会离你而去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看你说这话吧，就是弄得吧，你以为所有的人都跟你老婆这么傻吗？你做的那一件件一桩桩的哪件事情有一丝丝的爱的？我们都不能说爱，因为这侮辱这个爱的这个字儿。有没有一丝丝的良心？无情无耻，你忘恩负义。他精心的想让你和他过一个生日，3天前就提醒你，你百般不去实现他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。你跟一起学车的人都能一起吃饭，你不愿意跟他去过生日。你能6点钟就去送一个女大学生，你不能8点钟送她。你敢在这个群里这么侮辱她，你敢说那些话，你有良心吗你？姑娘，你觉得你该醒悟了吧？你要不要醒悟？你身边没亲人了，你这么缺爱啊？你求啊，你跪在他面前啊。你但凡在这个男人心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位置，他都会心疼你的。你看他现在，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跟他有什么好过的？过一天都是折磨，过一天都在作践自己。你当然要减肥了，但不是为他，不是要跟他有一孩子，是为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要健康，你要发光，你不能这么卑微。要让别人能够看得起尊重，先得爱自己，先得看得起自己。你自己就在尘埃里面，听懂没有，姑娘？就这样。曹老师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。这个跟姑刚才娘说吧。对，刚才我问一个问题，刚才曲总说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刚才说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刚刚往下说就被打断了，没让他说下去，对吧？你想说什么？就那句。他说这话吧，就是说，本身嘛，我就有一种想要，就是说急眼的冲动，你知道吧？哪有就是说上来就是乱码七糟的把话说的那么绝的？哎呀，又是说什么利用啊，又是怎么样的？他就是利用你还这个饥荒，完了还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吐出那这样啊，好，我明白什么意思。那你觉得你平时跟人说话沟通，你绝吗？不觉得挺好的。你给人留余地吗？就是说你说话之前你动过脑子吗？动过呀。啊，别敏感的咱不提了啊，咱就说你刚才在最开始两个人介绍的时候，你的对话动过脑子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比方说第一条就说洗碗这件事儿，你说啊我都答应你了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对啊。然后紧接着他帮你们家还饥荒这事儿，人说为什么你不还让他还？你说了啊他都答应我了。你觉得这种前后的反差态度，你觉得是对的吗？你不用回答我啊，你自己想一想。我说话没有那么极端，我是想让你自己想明白怎么回事，我是引导你一下。还有这个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忠言逆耳，不见得非得说这个要孩子。不见得非得如何，但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建议你，咱咬咬牙，为了自己，咱减肥。调理那都是顺其自然的，先让自己自信起来，先饱满起来，让自己整个人能有阳光，然后再说别的，好不好？我说完了。哎，谢谢曹老师。珊娜老师，就是两个没有底线的人，一个是坏的没底线，一个是不自爱的没底线。你俩挺般配的，别分开了。这是姑娘就到现在为止了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无从下口去说他的时候，你还在替他掩护，你还在说他爱我呀，他有对我好的时候呀，所以你活该呀，所以你活该给别的女人去伺候月子呀。所以为什么说跟你说话才生气？他已经这样，我不愿意搭理他了，已经。就真的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，
真的验证了那句话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因为你自己不愿意面对这一切，你根本离不开它，你走不出来，你也不愿意减肥，因为你没有那个毅力，你就是懒。你不对自己狠，就只能接受别人对你狠。你如果不自爱，你就只能接受别人不爱你。他现在不仅不爱你，他是百般的厌烦你、嫌弃你。就这些明晃晃的事实摆在你的眼前，你都不愿意睁开眼睛去看一看，你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事实，你只愿意像鸵鸟一样缩在这个沙漠里面，把头扎进去，告诉自己，给自己洗脑。现在都不是别人给你洗脑啊，不是他给你洗脑，是你自己给自己洗脑。他有的时候对我挺好的，他还是爱我的，他不会离开我的。你骗自己骗得有意思吗？不要给自己洗脑。你减肥不是为了生孩子，你减肥是为了有一天你能够重获新生，你能够站起来告诉他，你滚远点，我不跟你过，我愿意给别的男人生孩子，我就不愿意给你生孩子。我有一天我能生孩子了，我也不愿意给你生孩子。你把他羞辱的话还给他呀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如果你要有意识的话，早点觉醒，早点睁开眼睛，看看你所面对的这些事实。谢谢。谢谢沙大老师。你帮我评价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用客观来描述事实，你做客观评价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有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人，男人家里缺钱的时候，女人把嫁妆、房子全卖了。你觉得这女人对这男人怎么样？爱还是不爱？爱呀。后来这个女人生病了，生病之后，这个女人变得捏捏傻傻。我说的捏捏傻傻，可能就失去劳动能力了，就不能下地干活了，能正常行走，但是不能下地干活了。这男的说：“你要不能下地干活哈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，并且说。”你这人，你看你地都下不了，你还能算一个劳动力吗？你觉得这男人怎么样？不好啊。确定不好吗？对呀。那不就是你吗？我也不傻，从你对呀说第3句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出来了。对呀，所以说你聪明啊！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欺负她一姑娘干嘛？你放了她不行吗？要不然你就好好对她。哎，我今天觉得原来人还有这么一面呀，太吓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太吓人了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一个什么关系？你想想看，他胖，如果他真是懒，你没听细节是吧？这是病态的胖啊。有没有陪他好好去看呢？有没有带他好好看病啊？有没有陪着他一起去减肥？因为你也想要孩子呀，有没有做呀？做了吗？哦，那行，你真好，你们好好过，祝你们幸福。来，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反正吧，就是我吧，我也知道我有一些方面啊，或者是说怎么样的，确实做的就是差强人意也好，或者是说让常人难以理解也罢。但是吧，我认为呢，至少我对你对这个家吧还算忠诚，我也没有想过因为某一些事儿啊去影响咱们俩之间呢，或是怎么样。都说吧，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纽带。我希望呢，这个纽带吧能有，而不是说像咱们的这样的，就是说哪怕以后是说没有，但是吧，我也想在就是说这个期间而看到你的努力，而并不是说像现在的这样的。每次总是说要求我的努力，那你的努力又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就反正哪儿软弱往哪儿捅吧，醒醒吧，没别的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，博红兄，在一场婚姻当中，如果说良心和善良没了，这样的婚姻早解体，早得安生。
算不出，说不出，而且女生管他要钱，给他们家还的那个钱多一分都是浪费，多一分都是傻，那不是感情。我这回耍个鸡贼，我不说了，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，怎么都对。刚才他们俩这个状态，最后的结果怎么都对。好，表达完毕。叫不醒他，我觉得他俩就这么下去了。行吧，咱们看看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，请开门。面对这种选题的时候，真的特别无奈，一声长叹。所以核心是什么？我们要遇到一个善良的人。当你发现一个人连基本的善良都没有的时候，请你尽早的远离。来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在一起交往2年了，现在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很不顾家，这让我无法接受。我一个人自由散漫惯了，还是很希望有一个人能陪伴我。他还经常吹嘘，答应我的事儿吧，经常不能做到，做事情也不是和我商量，就自己就决定了。我很喜欢他的温柔体贴，很希望能和他一起度过余生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胡先生54岁，来自辽宁传媒行业；孙女士52岁，来自辽宁退休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好。打算要结婚了，碰到了问题是吧？对。所以今儿才来这儿的是吗？是。谈恋爱谈了多久？2年。怎么认识的呢？在一次会议中。谁追的谁？是我追的他。当时看见他的时候吧，就是觉得就挺有眼缘的。通过主持人呐，管他要了电话和他的联系方式。我就这么联系上了。谈了2年，打算结婚了。现在就是有点矛盾，完所以说请各位老师啊开导开导，解决解决。处了2年之后，觉得问题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吧，还可以往下走；要解决不了的话，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。都发生了些什么？我18年离婚了，然后我女儿吧，就是她不希望我再找。我就觉得前半辈子都给女儿了，后半辈子给自己吧。挺好。我还是希望再找一个伴儿。他对我还是可以的，挺满意的。但是在相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，矛盾也就是从近期吧开始就是已经强化就激化了。首先就是说他答应我的事情，他没有办到。他当初认识我的时候就说，我们俩要是说处了或者是结婚了，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这房子就是可以写你的名。然后我说啥时候啊？最后他说那就是快呀，年底就把这房子就能下来，然后写你名。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，自由空间嘛。我说那也不错，也挺好。但是呢，到现在了，就是当时是年底，是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也就是6月份吧。当时年底也就半年呗，结果没事儿。到第2年呢，这转过年了，又1年了。今年是这年了，还没有动静呢。当时我认识他，确实是想这么说，但是吧，我这人离婚20多年了，有点独立惯了，散漫惯了吧，不希望别人管我。就这1年多，我有些应酬多呀，他就管我，我就是挺反感的。您有孩子吗？有孩子，男孩。对您再婚问题什么意见啊？他不反对，以前反对。也不反对。所以您说没买房子，其实是因为您觉得相处下来不合适，所以没买是吧？对。他的意思是说您老管他，他觉得不合适有分歧，所以人没买，不是人家故意的这个不兑现诺言。我管他吧，是我为他好。另外就是在健康问题上吧，我非常重视。他有挺多生活习惯，还有消费观念都是不适合过日子。就是2个人生活要在一起的话，最起码的你以小家为主吧，
你不能说你其他的什么亲朋好友啊，什么婚丧嫁娶啊，这些事儿你都去参加，然后是天天没完没了的，几乎一周能有4天5天吧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，我要找一个伴儿，就是我在干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工作或者生活都是有商有量的，然后我就是希望他能陪着我，干什么事儿都陪着我。然后结果呢，他出去的时间比我多，而且他出去的时候除了喝酒就是抽烟，这种情况下我非常反感。有时候我想带他去，他去过1、2回以后就不去了，我也觉得我很没面子。您是爱喝酒？因为喝30多年了，也抽烟。他其实不抽烟，我当时见着他认识他的时候吧，他不抽烟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喝点少喝点没事儿。但是他在喝酒的过程中，吃饭的过程中，他喝到一定量了，他就抽烟了，他就是拿烟就要了。别人给他也接，就从来不拒绝，不会拒绝。我说这种情况你就不抽呗。理解。有些人就是平常1颗不抽，酒一喝多就来2颗。您这体重应该有一些基础病吧？有一些，但是就是这些年吧，酒局啊、饭局也太多了，就造的熬夜各方面。您没打算减酒局、饭局什么的？这个主要是也不好说拒绝，好面子的。对，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。还有什么不合槽的呀？矛盾啊？不合槽的就是说，他这个健康和消费啊，我们都50多岁了，后一半就拼的就是身体，你身体健康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如果身体不健康，你有再多的钱、再多的朋友都没有用。是啊，这是就是说我做我这个工作，可能也是我喜欢中医，我也学了一点，然后我就给他刮痧，拿刮痧板。你还说那是按摩呢？那是按摩，他给我脑袋包都整破了。他觉得我学的没用。所以消费观是什么呢？他出去的时候吧，消费的都是非常高的，一天能有4次，连续4顿。这次早晨10点或者是中午吧出去连着喝完一顿再来一顿。他说没事儿，这一顿没喝好，下一顿我再请。你们别管啊，都我自己来，我消费。这最多的能到凌晨半夜1点，凌晨1点钟。以前就自己太独立太惯了，是吧？他管的我不知道对不对，但是我觉得他挺苛刻的。我说何不还不自己呢？那不行啊！你说你原来是自己，你现在就是我跟我在一起生活，你怎么的也得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吧。另外，你消费的时候请客，真是婚丧嫁娶、生日，就是什么都去，没有不去的，没有拒绝的。是不是跟他在一起觉得他花钱如流水呀？哎，对，就是花钱太浪费，我接受不了，因为我是很节俭。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点菜就点2个菜，我说就够了，吃的挺好的。他不行，4样，4个5个的，挨个都尝上，还吃不了，撑的也挺难受的。另外他请客吧，你就是个该请的请，我也不是说特别抠，你就是说你节制一点，或者说计划一点，有计划吧。他没有，就到那个劲儿兴头上了，酒过了之后喝完，他就没有数了，或者是说就是属于逞能，或者不知道兜里的这个多少钱都不知道了，就断片了。然后就知道我大方，我男子汉，我给这个花给那花，朋友多。那一桌16个人花8000，反正我是接受不了。听懂了。这么多年都没打算结婚？我是95年结的婚，98年就分手了，跟前一段婚姻。我父母给孩子带大的，父母就是心疼这个孙子呗。就不想找后妈，老跟他说就是不能找后妈，是这样。期间找过一个，孩子也是不同意，那时候小，那时候10多岁，现在是20多了，他现在不反对了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赞成啊。您现在跟谁住啊？我现在是自己住，独立的房子，所以这么多年其实就一直没找，一直没找。过惯了是吧？对。您觉得还有必要再找一个人管您吗？还是希望找个伴儿，因为年龄大了，挺孤单，希望找个什么样的伴儿？找个就是听我话的，别管我的伴儿。我是想找这样，就是按照您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，有一个人
坐在您旁边，您喝多了，他从您口袋里把钱拿去买单，然后能踏踏实实的给您服侍上床。对对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就可以了。就是您说我们今天出去，他就陪您出去应酬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您说我喝多了，他就知道买单。是要这么一个人，对吧？对。听明白了。您显然不是吧？我不是。因为我是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嘛，有商有量的，一起晨练啊，或者是一起上市场啊，或者溜溜弯啊。那为啥不跟他分开呢？他还是挺体贴的，就是说同龄人，我俩在一起，就是说他在性格方面也是挺开朗，然后就是但是脾气有的时候挺暴躁的。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他体贴的多，然后呢也挺大方，这个是我前夫是没有的。所以上一段婚姻大概在经济上面比较紧，是吧？经济上也可以吧，只不过就是说他太抠了，就是这种情况下，我也是属于朋友是亲戚呐，还有社交啊都有，但是说你有必要的去，没有必要就不用去呗。他俩是属于截然不同的，一个是太抠了，这是家里的事，他是属于太大方了，朋友满天下。所以他吸引您的就是因为他大方和有朋友呗。还有就是他挺体贴的，年龄我们就是能谈到一起，说到一起，工作啥的。这不老喝酒吗？他人脉特别好。他的工作就是我们正好能搭上档，就能合作的挺好。那就做生意合作伙伴就好了，干嘛做恋人呢？说恋人呢，因为我们都彼此都是单身，就是有这种需求呗。我们体贴，互相体贴，互相照顾。他有病，或者是说他喝酒喝多了，我照顾他。对啊，如果虽然我万分不愿意照顾，但是你说能不照顾吗？是啊，那就按您这想法维持现状就好了嘛。你用他的人脉，你照顾他，他也没有说人家立刻现在要娶您，我看人家也没有娶您的打算呀。我想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哈，如果能有所改变的话，能不能就是我们能怎么样才能进一步，或者是能不能其实说白了就是您还想嫁给人家嘛，你想让人娶您嘛。但是后话呀，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属于瓶颈期了，就是他要是说没有改变，没有什么变化，我们这始终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以后就没有什么希望的。对，您是就可以改不了这个事，您其实可以离开了，就非常直观的跟您说他改不了。人品还是可以的，很正直，很善良。那善良不就挺好，这就没问题了。他的缺点就是好喝个酒，人品善良，条件不错。那脾气暴躁我也受不了。另外家务一点不分担，家里东西放哪儿了，他一概不知。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哪儿了，全得是我。我这么大岁数，我也有头疼脑热不舒服的时候，那你全来我。这不就说明您找错人了吗？那这样的话，还没有什么希望了。我觉得也是。您到这个岁数，现在这么喝酒，您没意识到是个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您基础病都是些什么病啊？就是血脂、血糖都高血压也高吃药吗？有时候吃。就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，那不就动不了了？对，这您怕不怕？怕，当然怕。然后这还好，就害怕这个了，还站不住了，得坐在轮椅上。您怕不怕？怕。那您还喝呀？还这么喝呀？完了，当时就想不到那些了，就是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吧？就是我只能拿这个吓唬住您。您不怕失去对面的这位女士吗？怕也怕。我看您是真不怕。我没发现怕，我没发现怕。行，来吧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？给分析分析，看看怎么做。我觉得挺难的，就是肆无忌惮了。而这位大哥就一句话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是一个人，我惯了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2年恋爱，在大姐眼里还能看到大哥身上还有些优点，但是在大哥眼里只剩下您身上的缺点了。他其实刚才态度已经很明晰了。大哥，我请问，您当时承诺给他房子，我为什么不给了？因为我看到他身上很多的缺点，对，他不适合我。对，那您这是不是在耍他？是不是在骗他呢？不是在骗他，我觉得刚开始吧，我确实想把我以前的2个房子卖掉，
往后一看他老管我，老不跟我一条心。恕我直言，您所盼望的，不管你，都听你话的老伴，这个世界上很难找。你这样的标准，这样的标尺，随便怎么量不到一个老伴的。您只是找一个伴嘛，是吧？对，开心就一起呗，不开心一拍两散。但是他是顶真的，当真的呀。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句话不是一路人，两个人找错了。所以今天一拍两散，最好的选择。谢谢，谢谢于老师。曲总，大姐挺看重那套房子是吧？最起码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得有一个定所。哦，您现在住在哪？我现在是住在自己租的房子啊。啊，您退休金？退休金不多，1000多块钱。那大哥现在是有收入，对不对？有收入。那这么花费，你看16个人8000，您挣的不少，多少钱？挣1万多吧。哎呦嚯，不少。那这钱现在是在你们谁手里？在他手里，在我手，但是他要回去了，因为有生日，有什么婚丧嫁娶了，就管我要了。就是说，其实不是您管钱，虽然交您手里了，支配权是放我这儿了。对，说的挺好，但是呢，结果呢，我没花多少，我这加点就是吃的，就是这些简单的，剩下都是大头都给拿走了，所以钱也没要到，房子也没给。是啊，您慌了。是啊，我就觉得我太没有安全感了。是太没有安全感了啊！我不认为大哥不懂，大姐管是为你好。刚才川儿问了嘛，哎呀，你怕不怕那个生病？当然得怕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喝下去，不病才怪呢。您嘴上说想找一个听你话、别管你的，我认为这是托词。您这是要跑，您这是已经打定了主意，不想跟大姐再处对象了，是还是不是？他有时候太苛刻了，不让我去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啊。他认可你，可是人脉多、大方、仗义，对不对？对。但现在管你是为谁好？是不是怕你连续喝酒对身体不好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你不是不知道。是，但是所以大哥，我认为啊，如果大姐对你这么好，我们不能还以她好的名义说你不对，这就不讲良心了。如果你真是有什么阻力，甭管是来自于父母，来自于孩子，对不对？现在父母也不希望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你就直接说原因吧。可以分开，但是我们必须得对得起对方这份情，咱得能认人这个好。但是对不起，我们不合适，或者说我们有阻力，我们感情没那么深，要分开，直接说，有话直接说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姐注意听一会儿1分钟的表白，他要说什么，好好想想啊，这不上赶的。不是买卖。谢谢曲总，曾老师，就是我跟曲总想的差不多，就是我不太重视这个就是房产呀，还有这个钱的问题。我更在意的是这两个人之间沟通的和谐性。这个借口已经有了，因为这边管得太严，不让我放松。但其实这个不是借口，人家管你这不是好事吗？对一个生命去负责任。所以我刚才也在想，怎么想我都觉得，都到这岁数了。这因为他管得很严，我就觉得不开心吗？肯定不是这原因，我觉得肯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所以说我想的一样，您也等那1分钟吧，您看到底能说出什么来？我觉得坦诚一点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最好的结果。那我说完了。沙娜老师，人的欲望挺可怕的。您今年52岁是吗？啊，是。您看着跟25岁小姑娘一样，就怎么一男人跟您说，哎，我买房写你名儿。马上就跟人家特别好，就开始要掌管人家的一切，来钱交给我，来你的生命健康我负责，你算老几啊？您都52岁了还没活明白呢。就一个男人跟你在一起多长时间，就能给你承诺说买房写你名儿，就为这一句话，现在还跟他较上真儿了。你不是当时答应我写我名吗？那你们俩写名也得建立在我们要结婚的前提基础下吧？不结婚我写你名，咱俩分手了，这房算谁的呀？那对呀，对呀，这不是基本的法律常识问题吗？你怎么还能有这个贪念和这个幻想呢？房子要写我的名，你现在没有实现诺言。您是25岁第一次谈恋爱吗？但我这人心软嘛，你心软啥呀？希望我周围的人都健健康康的，最起码呢，我们在一起生活或者陪伴能更久一点。那你管别人去啊？你管他干嘛？为什么管他呀？我觉得
因为这个男人给了你很多的承诺，因为这个男人给你的条件是你之前没有的。你如果是奔着这个来的，你就要满足人家的要求，对方要什么我能不能给，我给不了我就走，不能我既想要你还得按照我的要求来，那可不就跑吗？那他也会想呀，我每个月把钱都给你了，然后我今儿有个应酬，明儿有个婚丧嫁娶，从你这儿再往回拿钱，磨磨唧唧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明天还说我这个不能去那个不能去，天天唠叨我，那我图啥呀？我也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，我最后找一个人管着我，我没有自由，我挣的钱我还花不了，所以呀他要跑啊。就很简单，就是女士你没想明白一件事情，你没想明白你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你要想过那样的生活，你就得忍受了那样男人的脾气。希望我能忍受吧，但我觉得我觉得到这个年纪谁也没有必要忍谁，真的。您如果说您觉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对您来说特别重要的话，那您忍忍。但是我觉得按照您说的那个观点啊，人这一生啊健康最重要。对，您这样憋屈下去忍下去，最后伤了您的健康，拿着了1个月1万块钱有什么用呢？对呀，对吧？对呀。哎，大哥您这就属于这个无情啊，你看上的时候猛追啊，各种瞎话张嘴就来啊，把人都给骗了，您准备颠了。我倒回头我劝你一句，您得珍惜这个，这要不珍惜，就哄着您怎么开心怎么来。现在那房子是不是你也弄到了？万一人家再给你领了个证儿，再陪你天天这么喝，您没争取啊，财产还落手里了。人家善良啊，人家是真关心您的身体啊。您要逗着玩，今天就跟大姐说，我就是跟你玩的，行，对吧？人家也接受这个，对不对？我接受了吗？我傻吗？我单纯吗？我翻身就走，我也不跟您纠缠。您好好想想，后半辈子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？反正这样肯定不行，就至少别再那么喝酒了吧。然后把话跟大姐说清楚，咱不藏着掖着，你别老吊着大姐。你这吊着大姐心里还挺难受的。因为在大姐的心里，这要真跟您好上了，大姐是要改运的。你想是不是？对，我1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，我现在还租着房子，我要嫁给你了，那房子就是我的，是不是改运的？对啊，有什么咱说什么，都到这个岁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姐反正就接受生活的一切安排和赠予吧。下一步就是这个，越是到这个岁数，大概谈恋爱越应该慎重，要的越少，得到的越多；要的越多，一般得到的越少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年。虽然我们认识2年多了，但是我也很矛盾。我因为这些年呢，就是自己呀，也是独立惯了。这次吧，你把我找到这个栏目组来解决问题，但是我还是这个观点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再看一看吧，再思考一下。我还是觉得我这么做是对的，我观点没变。那你观点没变，那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现在是属于无奈，但是我们毕竟2年走过来，也经历了不少事儿，风雨啊，还有开心呐。但是我就觉得以后开心最主要，身体健康最主要。如果我们在一起不开心，或者身体有什么异样的话，因为我们俩，那我也要再考虑了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吧，听听预测吧。你别说，这大姐还真的这很执着啊。所以大姐不能再糊涂了，大哥也不能再这么玩事了，双不出。徐总，大哥肯定是不出了，大姐出来啊？还不行啊？曹老师纠结，大哥肯定是不出来了，我也是在纠结这一侧啊。都清醒吧，双不出。大哥那就属于心意决绝，你发现了吗？今天来这儿我没什么好说，我就这么多年的习惯，对吧？珊娜老师，他不愿意为一个这样的女人改变，
他能改吗？他也能改。这个女人得起码让他每天愿意和他再待在一起嘛。所以我觉得双不出吧。双不出。对，他应该也明白了。好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大哥肯定不出嘛，我就比较期待这边的结果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结果，最好的结果在哪？让大姐明白了，这就是做了一场梦嘛。未来在生活道路当中，咱少做梦，务实一些。既然到了这个岁数，还期待有一段比较美好的情感，那就是把自己想要的说出来，坦诚的面对对方，别人可以接受，咱试着交往，也别太快了。祝你们找到后半生真的值得你们托付和相伴的人。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